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新闻摘要。现在是2026年4月24日，星期五。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娱乐4个方面最重要、最热门的新闻，请大家继续收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政治新闻。近日，白宫发布了一份重要备忘录，指责中国企业大规模窃取美国的人工智能先进技术。美方表示，相关中国企业通过各种手段，非法获取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技术成果，严重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技术领先地位。这一消息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关注，中美之间围绕人工智能技术的博弈再度升温。对此，中国方面表示，美方的相关指控缺乏事实依据，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主义和霸权行为。与此同时，美日菲等民主盟友正在印太地区举行历来规模最大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中国国家安全部也在4月23日通过官方公众号发文，披露了3起涉及产业链供应链泄密的案件，再次提醒各方要高度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今天的经济新闻。今天经济方面有几条重要消息值得大家关注。第一条消息是关于中国经济含科量的。今年1季度，一批硬核产品跑出了产业增长加速度，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33.2%， 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40.8%， 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5%， 增速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高出 6.4个百分点。专家表示，新质生产力正成为中国经济良好开局的重要引擎，中国经济的含科量正在显著提升。第二条消息是关于国际油价大涨的。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的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出现大幅上涨， WTI 原油突破98美元每桶，日内涨幅达 5.42%， 布伦特原油也突破107美元每桶，日内涨幅达 5.06%。 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给全球经济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各国都在密切关注后续局势的发展。第三条消息是关于存款搬家现象的。1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显示，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增加了 2.03 万亿元，同比多增 1.72 万亿元，处于历史高位。与此同时，居民存款增加 7.68 万亿元，同比少增 1.54 万亿元。专家分析认为，保险已经成为存款搬家的重要方向，越来越多的居民选择将资金从银行转移到保险产品中。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社会新闻。今天社会方面有2条消息引发广泛关注。第一条是关于反腐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1季度，共有56名中共省部级以上高官被处分，是2025年同期处分人数的2倍多。这一数字充分说明，中国反腐工作力度不减，范围不断扩大。与此同时，鞍钢集团原总工程师林大庆于4月23日被依法查处。鞍钢集团是中国第2大钢铁企业，此案再次引发社会对国有企业廉洁建设问题的广泛讨论。第2条社会新闻来自湖北荆州，当地一所中学规定，
禁止走读生背书包进入校园，要求学生改用透明塑料袋装学习用品。此举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许多网民认为这一规定侵犯了学生的正常权利，做法过于简单粗暴。也有人认为学校此举是出于安全管理的考虑，值得理解。目前，此事仍在持续发酵中，相关教育部门尚未做出正式回应。最后，让我们来看今天娱乐圈的热点。今天娱乐圈有一条令无数人感到震惊和惋惜的重磅新闻：曾经的中国影视娱乐第一股华谊兄弟被正式申请破产重整，相关话题迅速冲上微博热搜第一。4月23日，天眼查信息显示，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经办法院为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已正式进入破产审查程序。据悉，此次导火索是华谊兄弟无力偿还一笔约1140万元的广告欠款。然而，这背后是一段令人唏嘘的历史。自2018年首次出现年度亏损以来，华谊兄弟已连续亏损8年，合计亏损高达85亿元。曾经市值接近900亿元的影视帝国，如今市值仅剩约54亿元，缩水超过90%。华谊兄弟鼎盛时期，旗下签约了冯小刚、成龙、黄晓明、李冰冰等众多大牌明星，是无数中国年轻人的电影梦工厂。如今，周星驰导演的《美人鱼2》和冯小刚的新电影成了外界眼中的救命稻草，但能否真正拯救这家老牌影视公司，目前仍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众多网民纷纷感慨，那个承载了一代人青春记忆的华谊兄弟，或许真的要走到终点了。以上就是2026年4月24日今天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